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小袁要讲一位医学博士的案件。这个案件呢，非常的特别，我觉得它几乎是全世界最离奇的强奸案。我保证你想不到，有人居然会选择这种方法来犯罪。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还得从加拿大的萨斯喀省说起。萨斯喀省位于加拿大的中部，农业和畜牧业呢非常的发达，那说白了就是地广人稀。那很多居民都有一大片草地，要么种着各种农作物，要么养着各种牲畜。就例如其中一个叫做基普林的小镇，这个小镇的人口只有1000多人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栋独立的田园别墅。23岁的坎蒂斯，他就和爸妈住在这个小镇上。坎蒂斯高中毕业后没有去城里读大学，而是找了一份加油站的工作。后来他与小镇上的一位小伙子坠入了爱河，起初两人可以说是如胶似漆，几乎每天都得说些甜蜜蜜的悄悄话。可认识不久后，坎蒂斯就发现男友是越来越渣，居然趁着自己在外面工作时偷偷和镇上的其他女生搞暧昧。那起初坎蒂斯呢也没太在意，他觉得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，毕竟大家都是在小镇上长大的，那小镇上的年轻人就那么几个，大家彼此都很熟络，经常在一起吃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一段时间后，坎蒂斯就发现男友是越来越离谱。1992年10月31号万圣节的这一天，坎蒂斯提前下班后直接就回到了家中，准备找男友一起去看电影。那结果一走进男友住所客厅，他就看到了地上有很多女性的贴身衣服，这里一件那里一条。他走到男友的卧室门前一看，他发现男友居然和一个女生在互相摩擦，那两个人还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。那一肚子火的坎蒂斯呢就直接问候了男友全家，然后走到屋外开车离去。男友连忙披了件外套也跟了出来，他解释说自己是一时喝多了，他希望坎蒂斯呢能够原谅他。可头顶一片青青大草原的坎蒂斯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，他直接就扇了男友一巴掌。你们这些男人提上裤子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脱掉裤子时你们怎么不想想自己在干嘛？从男友住所离开后，坎蒂斯非常的伤心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万圣节收到这么大份的惊喜，他非常的难过。他同样是谈恋爱，为何偏偏自己是被绿的那个人？兜了几圈后，坎蒂斯开车来到小镇诊所，准备找朋友诉苦。那不料朋友刚好有事请假，不在诊所中。那失恋的坎蒂斯就坐在走廊的长凳上小声哭泣。路过的护士发现后就建议他去找约翰医生，因为约翰医生呢此前刚好辅修过心理学，或许能够为你减少点痛苦。他想到几个月前约翰医生还为自己接过生，那跟他呢也算是比较熟悉，所以坎蒂斯呢就采纳了这个护士的建议。可是让他永远想不到的是，就是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比失恋残忍1000万倍的痛苦。在约翰的科室里，坎蒂斯说出了自己的遭遇。那约翰一边递上纸巾一边安慰他，不就是一场恋爱吗？咱们看开点，那个渣男不值得你为他流泪。那俗话说得好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没了这棵继续找。那回头我给你介绍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，那保证比你男友好100倍。听到约翰医生的这番话，坎蒂斯才缓缓停止了哭泣。他说自己现在很想杀了那个家伙，居然敢背叛老娘。看着坎蒂斯咬牙切齿的模样，约翰表示，你现在呢情绪非常的激动，也得冷静下来，千万别做傻事。那说着说着，约翰就表示，那还是给你开些药吧，那不然你这样太难受了。说完，约翰便起身走进了里面的小隔间，捣鼓了一番后才走了出来。他看到约翰手上拿着的注射器，坎蒂斯呢觉得有点奇怪，不是直接开药吗？怎么还要打针呢？约翰就表示，直接打针的话呢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
他让坎蒂斯面部朝下躺在操作台上。那随着针筒的注入，坎蒂斯就感觉到好像被蚂蚁叮了一下，可仅仅10几秒之后，他就觉得身体开始麻木，想翻身过来呢，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。那浑身的麻醉感不停地强迫他闭上双眼，但是下半身被碰撞和压迫的感觉让坎蒂斯没有完全昏睡过去。而在朦胧中，他就发现有人解开了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压在自己后背，猛烈地撞击自己。那整整半个多小时，坎蒂斯呢很想回头看看到底是谁压在自己身上，可不要说身体，他连自己的双眼都睁不大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坎蒂斯终于完全苏醒了过来，他觉得自己全身上下的衣服穿起来很不舒服。就在他把衣服摆正时，医生约翰走了进来，还略带笑容地说：“你昨晚睡了一晚上。”看到坎蒂斯一脸恍惚和猜忌的模样，约翰就解释说，不同的人注射了镇静剂之后会有不同的反应，例如有一些人会做梦。收拾了桌上的物品后，约翰就走到坎蒂斯身旁，还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可是坎蒂斯却以临时有事为由，急忙就离开了诊所。那一路上，坎蒂斯就不断想着昨晚的事情，他越想越确定，昨晚的确有人侵犯了自己。而当时的房间里只有自己和医生约翰2人，以及2名值班的女护士。那除了约翰，他实在想不到还有谁。为了查验真假，坎蒂斯驱车2小时来到最近的医院做了强奸检查，并把含有精液的内裤装在了袋子里。那随后医院证实，坎蒂斯的衣物和阴道确实有精液的痕迹。看到检验报告，坎蒂斯整个人犹如晴天霹雳，然后直接报了警。但是警方听到这个说法后简直是一脸怀疑的模样。他们把约翰带到了警局进行了问询，但是约翰立马否认。他说自己之所以给坎蒂斯注射镇静剂，是因为当时坎蒂斯情绪非常的激动。那同时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约翰还提供了自己手臂上的血液，让警方用新出现的 DNA 技术检验，以还他的清白。那由于案发时间是1992年， DNA 技术还没有普及，那所以当时进行 DNA 检测需要送到上级的鉴定科的实验室，而且时间往往都需要几个月。而就是在这段时间，坎蒂斯在医院被强奸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。但是很多人认为是坎蒂斯诬陷了约翰医生。为什么小镇居民会这样想呢？这还得从他们2个人不同的身份背景说起。坎蒂斯她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只有高中学历。那辍学之后就直接去加油站工作。那平时只要一有空她就喜欢去酒吧喝酒，可以说是一点母亲的样子都没有。小镇的居民觉得，坎蒂斯与男友分手之后，肯定是看上了条件优越的约翰。他本来想在医院引诱他，那不料求爱不成，那恼羞成怒之后就想以此诬陷医生。而对于31岁的约翰来说，他是小镇上备受尊敬的医学博士，4年前从南非移居到了加拿大，是小镇上仅有的2名医生之一。而案发的前1年，他和小镇上的一位单身母亲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那婚后非常细心地照顾着2个子女。那平时只要一有空就会去学校看望孩子。那无论是在婚姻还是在事业上，医生约翰都是个成功而且优秀的男人。他爱自己的孩子，爱自己的家庭，他不可能会出轨坎蒂斯，而且还是在医院里强奸了他。那听到这些议论，坎蒂斯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那只能怪自己平时作风太放荡，到了关键时候大家都不愿意相信自己。而对于周围人的指责，坎蒂斯只能默默地忍受着，因为他知道 DNA 技术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。苦等几个月后，小镇警方终于收到了 DNA 报告，可上面的结果却让坎蒂斯大吃一惊。精液样本上的 DNA 和约翰医生血液的 DNA 完全不匹配。坎蒂斯睁大双眼仔细看了报告，还真的是不匹配。他无法相信
那约翰明明就强奸了自己，那为什么会不匹配呢？那鉴定报告出来之后，小镇居民之前的猜测也变成了事实，那就是坎蒂斯这个荡妇撒了谎。从那天开始，小镇上的人只要看到坎蒂斯，要么就是绕着走，要么就是偷偷在嘴边议论。坎蒂斯无法接受这份报告，所以几天之后，他就要求警方重新鉴定，那也就是进行第二次 DNA 检验。那因为他100%确定是约翰强奸了自己，可警方表示要再次鉴定也可以，不过你得拿出新证据，那不然我们没法强迫要求约翰接受检验。可是坎蒂斯根本就拿不出新证据，诊所里面没有监控，那些录音之类的证据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可让坎蒂斯意想不到的是，几天之后，约翰居然主动同意了自己的要求。约翰告诉警方，对于坎蒂斯的这个要求我感到很愤怒，因为鉴定报告明明就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，可是坎蒂斯小姐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。我很无奈，但是作为一个医生，我知道我的职责不仅仅是救死扶伤，更还有消除误会的责任，所以我愿意再次接受检验，充分证明我的清白。那不出意外，医生约翰越是深明大义，那坎蒂斯就越是被骂得狗血淋头。1993年8月，案发将近1年后，在警方的见证下，约翰就接受了第二次采样。采样医生就将针头刺入他左手臂的皮肤，然后抽取了1小管的血液，接着立即分装了样本，第一时间进行了 DNA 检验。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异常，采样过程所有人也是亲眼看在眼里。可第二次的检验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，约翰医生的 DNA 和坎蒂斯内裤上的 DNA 完全不匹配。那所以小镇警方就全面撤销了对约翰的指控，并且正式结案入党。那2次的检验结果都表明约翰医生是被坎蒂斯冤枉，所以从此以后，除了坎蒂斯家人，小镇居民全部都倒向了约翰，认为是坎蒂斯诬陷好人。而坎蒂斯也因为这个事情被迫带着孩子搬离了小镇。那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？那当然没有，因为坎蒂斯久久无法释怀，被冤枉的人明明是我，被强奸的人是我，那为何被指责的人却是我？案发4年后的1996年，坎蒂斯就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。这个侦探此前是一位警员，退休之后觉得没事干，就接起了外快。3月23号那天，趁着约翰在值班时，侦探就偷偷从他轿车里带走了几条头发以及1条用过的唇膏，并把它们拿去化验。那唇膏上的 DNA 虽然和约翰血液样本中的 DNA 不匹配，但是和坎蒂斯内裤上的精液那却是完全匹配。那这就奇怪了，那既然唇膏和内裤两者相匹配，那为何血液样本会不匹配呢？那因为唇膏和血液都来自约翰，那难道说使用唇膏的人不是约翰吗？可是侦探跟踪时确认他就是约翰用的唇膏。那为了避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，侦探就装作是病人，悄悄接近了约翰，偷偷收集了他用过的很多东西，然后拿去化验。那结果发现这些东西上的 DNA 全部和精液样本相匹配。那直到这时，侦探才确认强奸自己客户的人就是约翰。不过始终有个问题困扰着他，为什么唯独血液样本会不匹配呢？在花费4年收集证据之后，坎蒂斯再次回到了小镇警局。那当他开门的那一刻，小镇警长便明白了一切。坎蒂斯告诉警长，自己收集了很多证据，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被约翰强奸的。可警长表示，这些证据都是你非法收集的，是没有办法作为证据走上法庭的。那不服输的坎蒂斯就拿出了一叠厚厚的文件，上面全部都是 DNA 检测报告。他的包里甚至还装着许多约翰用过的东西。那看到眼前厚厚的文件，警长终于被他说服。不过在去找约翰之前，警长告诉坎蒂斯，如果这一次还是你出错了，
那你以后估计是不能再踏入小镇一步了。1996年11月20号，也就是案发4年之后，小镇警方就对约翰进行了第3次血液采样。那摄像机还记录了整个过程。那起初医生是想通过指尖采样，但约翰表示自己有一种疾病，如果通过指尖采样的话，会导致他的手指肿胀，并且会影响日常的工作。那随后他就伸出了左手手臂，将袖子拉到上面，让医生把针管插进凸起的血管中。那不过奇怪的是，从约翰手臂流出来的血液它的颜色有一点点特别，它是一种偏陈旧的棕红色，而不是新鲜的红色，就好像是血液放射了很久之后的样子。采样完成之后，警局鉴定科就马上对血液样本进行了 DNA 检验，那不料却发现样本的质量极差，无法从中检测到 DNA。 那前面2次是不匹配，那这一次却是直接无法检测。那听到这个结果坎蒂斯直接怀疑了人生。哦，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看到丈夫再次被冤枉后，约翰的妻子丽莎她直接指着坎蒂斯说道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以后别让我在小镇上再看到你。可是即使到了这时，坎蒂斯依然不肯放弃。他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，并向当地的医学会反映了这件事情，但是都没有能够得到支持。那有人肯定会问，那既然手臂血液样本无法检测，那为什么不用其他东西代替呢？那这个问题那小编我就不清楚了。那也许是程序上的原因，那例如只有警方出具有力证据时，嫌疑人才有义务去配合警方的调查。而至此，坎蒂斯再败一城。可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就此了结时，5个月后的4月25号，约翰继女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局面。那天女儿告诉母亲丽莎，昨晚继父走进自己的房间之后，就给自己打了针，然后自己就睡了过去。她醒来时居然发现床边有一个被撕开的避孕套包装袋。那听到15岁女儿说出这番话，那丽莎错愕了好几秒。她反应过来之后，她就追问女儿，那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？结果女儿说，这样的事情在2年前就开始了。那每次继父给自己打完针之后，自己都会昏睡大半天。那到了这时，丽莎才意识到自己丈夫侵犯了女儿2年，那连自己女儿都不放过，那丈夫真的是禽兽不如。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丽莎才觉得也许坎蒂斯是对的，丈夫或许是真的侵犯了她。那在家中的一个柜子的抽屉里，丽莎还发现了很多注射用的安眠药。那看着眼前这些证据，那恼羞成怒的丽莎直接就和约翰大吵了一架，并且直接赶走了他。那不管约翰如何苦苦求饶，丽莎始终不为所动。她相信自己的女儿不会撒谎。那次日一大早，丽莎就来到了警局。她看到约翰妻子突然来访，她急掌心里长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这又是想干嘛？她不是已经证明你丈夫是无辜的吗？那坐在警长办公室里，丽莎一五一十说出了女儿的经历。那期间更是忍不住落泪。她说自己如果当初相信坎蒂斯，那自己女儿就不会被侵犯，那坎蒂斯也不会背负荡妇的骂名，含冤离开小镇。那很快，警方就以涉嫌猥亵未成年和强奸为由，紧急逮捕了约翰。那当约翰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？从1992年案发到现在，已经足足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，而这次也是第4次采集血液进行 DNA 检验。那只不过这一次警方选择了约翰的头发、唾液还有指尖3个地方。那终于在这次检验中，警方证实约翰的 DNA 样本和当年坎蒂斯内裤上的精液样本两者完全匹配，所以约翰强奸罪名成立。那面对铁证如山的警方，监狱里约翰就交代了一切。他说在前面3次检验 DNA 时，他都会提前在手臂上切开一个敞口，沿着静脉方向植入一个15厘米长的医用引流管，
那管子里面呢装的是自己一位男性病人的血液。那每次抽血时，自己就会用袖子挡住手臂上方的伤口，那从而骗过医生和警方。后来警方证实，引流管里的血液是来自小镇上一个叫做丹尼的男人。那丹尼此前2次找过约翰看过病，而且被抽过2次血。后来丹尼身体痊愈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诊所。那所以约翰呢就无法获得新鲜的血液。而第3次采样时，他手臂里引流管的血液已经存放了2年多的时间，那即使加了抗凝剂，颜色还是发生了变化，而且已经无法用来检验 DNA。 1999年，在肯蒂斯被侵犯7年之后，小镇警方呢就正式以性侵、妨碍司法公正和滥用药物这3项罪名向法庭起诉了约翰。但很快，约翰呢就被判处6年监禁。不过在侵犯妓女这件事情上检方因为证据不足，让他侥幸逃过了一劫。那事情曝光之后，丽莎呢就离开了约翰，并且更改了自己4个孩子的姓氏。2003年，约翰从监狱获释之后，他被加拿大当局驱逐出境，并且永远不能踏入加拿大一步。回到南非老家之后，约翰本来打算继续从医，还申请了老家的行医执照，那不料却被一家报纸曝光了自己的丑闻，那以至于被迫撤回申请。那有小道消息就显示，是丽莎向当地媒体爆的料，那为的就是让约翰付出侵犯自己女儿的代价。那申请被拒之后，约翰呢就没有继续从医，而是搬回老家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。那不难想象，如果约翰的女儿没有向他母亲说出那番话，那坎蒂斯或许将永远蒙受冤屈。那下一个躺在操作台上的人，或许就是下一个坎蒂斯。那聪明一世的约翰怎么也想不到，即使他再聪明，即使他掩盖罪行的手段再离奇，他最终还是倒在了自己15岁女儿的手上。一条软管，一件奇案，一场7年的纠缠，冰冷的手铐呢，终于带到了灯光死角下的那个男人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一个电视台的当红女主持人，半夜在自己的豪华公寓突然遇害。虽然警方很快找到了凶手，但背后似乎依旧充满谜团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她的故事。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中国的省会城市广州说起。1998年12月30号，在一年的倒数第2天，就在人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时，广州市天河区的天成大厦小区发生了一起震惊街坊的事情。当天早上，小区1号楼31单元 F 室的保姆起床后，按例来到客厅搞卫生，可刚走到客厅，眼前的一幕就让她大声尖叫。主人脸色发青，仰面躺地，连眼睛都还没有闭上，身上呢还有凝固的黑紫色血迹。这番恐怖的场景立马把上了年纪的保姆吓倒在地。他立即冲出门外，坐电梯来到物业处，让物业帮忙报警。接到报案后，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。看着楼下的几辆警车以及被围起来的事发单元，街坊邻居纷纷热议。因为事发单元里的死者是当时广东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陈旭然。这个事情发生后，陈旭然再一次登上了港澳台的报刊头条，只不过这次的原因不是他的节目，而是他突然的死讯。一时之间，种种阴谋论层出不穷。有人说陈旭然是死于前男友之手，因为案发前陈旭然刚秘密登记结婚，还办好了定居澳洲的手续。也有人说陈旭然是遭到了别人的报复，而之所以会这么说，是因为陈旭然是在1984年12月30号成为广东电视台的主持人，而他死亡的时间同样是在12月30号。怎么会有如此巧的事情呢？肯定是有人妒忌陈旭然，然后选在这个时间点动手杀人。那陈旭然遇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
他又和谁结下了深仇大恨，以至于被活活杀死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程序员的个人经历。1968年，程序员出生在广东肇庆，随后和父母一起搬到广州市生活，在家中排行最小，上面呢还有2个姐姐。那由于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，加上广州市重点高中的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初中毕业后的程序员选择在广州市旅游职业中学就读。2年后，程序员被分配到了广州市的远洋宾馆，做着服务员的工作。对于一个出生在干部家庭的孩子来说，程序员除了外貌以外，他的成绩和就业似乎离父母的期待有点远。但后来，程序员凭借外貌获得了打开人生成功之门的机会。1984年的某天，因为工作上的安排，广东电视台家庭百事通的节目组到一个宾馆录制节目。这个宾馆刚好就是程序员工作的远洋宾馆。而就是在这次录制中，节目组的负责人陈老师相中了16岁的程序员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这孩子虽然只有16岁，但是清纯伶俐，美貌动人，在普通话和粤语间能够切换自如，又非常了解广府文化。这样一个里外条件都兼具的好苗子很难遇到。那虽然陈老师很看好程序员，但程序员在台里的第一次上镜并不是很顺利。那短短1夜半载的节目因为种种原因，程序员竟然录制了30多次，前前后后花费的时间更是长达3个多小时。这要是换做其他人，工作人员早就没有的耐心。那备受打击的程序员亦是如此，他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干这行。他来之前一直想的明星梦，那这辈子他估计也只能是个梦了。程序员的心态，陈老师安慰他，你之所以会觉得自己不适合这行，是因为你还没有适应。那为了劝说程序员，陈老师呢3次跑到他家中鼓励他。在陈老师的帮助下，程序员再次回到了舞台，并且不断磨练自己。但是对于这位陈老师，坊间有传闻说他是看到了程序员的家庭背景，出于利益上的交换才会如此坚持选用程序员。但是至于这传言到底是否为真，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后来程序员在主持节目的功力上那的确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。那仅仅过了1年，他就成为了广东电视台社交部的主持人。看看别人17岁的脸庞和身材，以及别人17岁的成就，再看看自己，那你说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那在主持节目期间，程序员不但工作非常努力，那下班后还会进修提升学历。3年时间后，他获得了大专文凭。有钱有颜有学历有背景，程序员的优势即使放到现在，那也能秒杀绝大部分人，简直就是香饽饽中的香饽饽。那从早期的早晨和家庭百事通，到后来广东电视台著名节目万紫千红、共度好时光等等，程序员的事业成就可以说是步步高升。他主持的节目先后获得了省级乃至国家级的电视类大奖。也正是这些成就，程序员成为了海内外大型文艺晚会活动的头牌主持人，包括97香港回归、98正在义演等等。所以在后来，很多港澳台甚至很多亚洲华人地区对程序员这个名字都有所耳闻。有一次记者采访时问他，你觉得你自己的成功和你的外貌有关系吗？程序员承认自己的美貌的确助力了事业，但是如果仅凭借美貌，那是无法走到今天的，因为别人最终要看的还是你的能力。但俗话说得好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从程序员进入广东电视台的那一刻起，外界对他的议论就没有停过。除了前文中的一些关系户传人外，还有程序员的绯闻传言。根据他某位同事的说法，程序员之所以能够接替大牌明星黄以斐的职位，或许和屈志涵有关。他口中的屈志涵是当时广东电视台的男主持人屈志涵，而程序员呢是恋人关系。在恋爱初期，屈志涵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接送程序员，后来2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可是后来随着程序员名气的飙升，2人的矛盾越来越多，最终不拍而散。这也是为何有人一直议论程序员
说他在后来被某位高官看上，还说是这位高官花钱为程序员在广州天河买了一套豪华公寓，也就是案发所在的单元。而在1998年，这套单元的单价就已经是1万多元人民币，而且又是位于广州市中心。那仅凭借程序员的个人工资，如果没有家里或者其他人的支持，很难想象程序员能够买得起这套180多平的房子。而且购买豪宅这件事情，他的很多亲朋好友都不知道。后来有人还发现，在这座小区里有2套1层楼的商户被人买下，墙体之间还被打通，并且装修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办公场所。而营业执照上写的人居然是程序员。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知道随着容颜的老去和新人的继任，他的知名度肯定会慢慢沉降下来，所以与其执着于被宠爱的感觉，还不如趁着功成名就之时退到幕后，成为策划。凶案发生后，警方抽调了大批人马侦办此案，法医也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了鉴定。程序员所在的房屋面积一共有180多平，在卧室的保险柜里，警方找到了7张高档楼房的房产证，上面都写着程序员的名字，而另外还有上百万元的存款以及10多万元的现金。那算上橱柜里的大量的金银珠宝首饰，这些财产放到今天已经是价值过亿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整间房子里程序员被盗的只有他的钱包，橱柜明明没有锁，里面的珠宝首饰却一件不少。桌子上的2部移动电话、2个高级相机和一只价值不菲的手表全都还在。这些唾手可得的东西，凶手却直接忽略了，只偷走了死者只装着1000多港币现金的钱包。同时法医还发现，程序员的颈部有青紫色的勒痕，胸部也有被刀刺的伤口，现场还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刀子。那法医就推断，程序员的死应该是他杀。那谁会是凶手呢？又是谁居然如此大胆闯进程序员家中将其杀害？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？一番排查，警方还原了程序员死前的活动记录。案发前一天的下午，他像往常那样在东山区的一家美发行做了美发美容，然后开着豪华轿车回到了父母家，与父母一起吃晚餐。而到了晚上9点左右，他便驱车从父母家离开，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。走访时，有人告诉警方，案发前几天程序员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没有什么异常，不过案发时他自称交了个香港男友，此人仪表堂堂，相貌不凡。而对于这位男友，程序员表现得非常满意。他到台里上班时，也是经常跟闺蜜说自己要结婚了。然而警方排查后却发现，将要和程序员结婚的人不是这位香港男友，而是另有其人。那至于程序员为何要撒谎，也许他是想借此机会避开公众对他个人感情的炒作。那从男友到同事再到陌生人，警方提取了100多人的 DNA 和指纹，但是都没有发现。直到案发6天后的1月5号，法医发现案发现场的指纹和天成大厦的一个保安的指纹非常吻合。这名保安名为丁国礼，不过在案发前的2个多月就已经离职了。根据资料，25岁的丁国礼来自湖北广水，离职前在天成大厦工作了3年。在此期间，他认识了女友，不过女友住在黄埔区，两人呢只是放假时才会聚在一起。虽然警方在死者屋内找到了他的痕迹，但是这并不能直接说明凶手就是丁国礼。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警方暗中跟踪了丁国礼。在后来一次外出时，丁国礼到银行将1000多港币兑换成人民币，这顿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他毕竟作为一个保安，这怎么会突然多出一笔港币？而且他本身是没有香港护照的人。更巧的是，死者程序员家中失窃的钱财刚好就包括一笔港币。他调查到这里，丁国礼的嫌疑越来越大。可要上哪里去找他呢？警方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，所以广州警方就马上联系到了湖北警方，让他们化作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上门调查。然而却发现
案发后丁某一直没有回过家。那来到他女友的住所，也没有发现他的行踪。人海茫茫，要上哪里去找呢？而在一番商议之后，警方就打算上演一场引蛇出洞的大计。警方找到了丁国礼的一位好友小刘，让他帮忙抓捕丁国礼。按照计划，小刘悄悄地来到了丁国礼女友的住所，委婉地告诉他，警方目前在找的嫌疑人不是你男朋友，而是另外一个男人。而丁国礼的女友听到小刘这么一说，便以为男友已经安全了，还不用再偷偷摸摸躲起来，于是便把消息告诉给男友。在1月14号早上，在丁某女友住所外蹲守的警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。他先是打开1楼大门四处观望，然后又关上门回到房间，整个过程神色非常慌张。那虽然他戴着帽子，但警方猜测这人很可能就是丁国礼。果然几分钟之后，就有一个拖着行李箱的男子从大门里走了出来。他紧紧悄悄跟到后面，然后当场逮捕了他。看到警方的出现，这个男子整个人立马吓了一跳，甚至还尿湿了裤子。而经过确认，他就是丁国礼。而在监狱中，丁国礼交代了自己的罪行。他表示自己此前在天成大厦做过保安，但是在案发前就已经离职了。离职了2个多月后，也就是1998年12月28号，自己回到了天成大厦找原来的同事，希望通过他重新找一份工作。但是同事表示，现在小区暂时不缺人。而为了找工作，第二天呢，丁国礼又去逛了其他地方，还顺便买了一把小水果刀。那从买刀的那一刻开始，丁国礼就朦朦胧胧有了想作案的想法。案发那天，丁国礼回到天成大厦，想寻找作案机会。那在逛了一圈之后，他瞄准了31楼 F 单元，也就是程序员所在的单元。因为当时这个单元的窗户开着，可以通过窗户进入房屋。那为了等待时机，丁国礼藏在顶楼的电机房，在那里整整等了几个小时。而到了凌晨2点，保安查过楼梯之后，他用小刀割开了消防栓里的水管，以此当作垂降的绳子。他将水管一头固定在顶楼的栏杆上，然后慢慢顺着绳子往下滑。刚开始时，他被吓了一跳，因为消防管有一定的弹性。那到了31楼窗外，丁国礼踩着空调机爬进了厨房。那结果不小心遇到了半夜起来上厕所的程序员。他看到突然出现的盗贼，程序员刚准备大叫，就被丁国礼捂住嘴巴。丁国礼告诉他，你不要乱叫，我来了只是想偷东西。那掐晕程序员后，丁国礼便匆匆跑出了卫生间，并且关掉了程序员卧室里的灯。那做完这一切后，丁国礼就往大门跑去，但结果却跑错了房间。毕竟房子有180多平，而且还是一片漆黑的半夜。从程序员房屋出来后，丁国礼回到天台穿鞋子准备走人，可他把作案工具收起来放在天台时，却发现自己手上出血了。看着程序员家中大门依旧未关，为了洗手的丁国礼便再次闯入，不料看到了站在卧室门前的程序员。看到窃贼卷土重来，程序员以为丁国礼第二次回来的目的不是劫财而是劫色，所以马上大声叫了起来。丁国礼立马捂住程序员的嘴，慌乱之中还用刀刺中了他，然后顺走了床边茶几上的钱包，离开之前还打开了煤气灶。那对于程序员的死，坊间一直流传着阴谋论，因为警方在他的住所中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指纹，这个指纹的主人是时任广东电视台的台长谢望新。而更加惊呆众人的是，红酒柜的每一瓶红酒上都有谢台长的指纹。程序员卧室里的笔记本中也记录了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经历。那对于这些细节，警方并没有出面作证，所以呢，坊间的传闻也是越传越凶，甚至有人说丁国礼只是个替罪羊。而巧合的是，就在案发的3个月后，这位谢台长就被免去了台里的一切职务。那结合程序员家中的7套房产、上百万元的存款以及金银珠宝，那很难不让人猜测这2个人背后存在着某种秘密的暧昧关系。
那至于那7套房产的去向，有人说已经上缴国库，但也有人说是落入了死者家人手中。那对于这7套房产的来源，程序员家人坚称他们是来自于女儿的香港男友。但不管如何，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在自己没有开设企业的情况下，居然拥有等同于今天上亿元价值的财产，实在是令人震惊。一个当红主持人，一代当红女星，却在如此美丽的年纪惨遭不测，实在是惋惜。那随着家人的离世，谜团呢也被带进了坟墓，真相究竟如何？或许呢，只有大地才知道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